很多网友都疑惑，这段视频里人们为什么同步摆动手臂就能驱动滑冰车前进，从而连成一列人力火车？有人说是惯性使然，也有人说是在下坡路面滑行，还有人认为摆动的手臂能够让滑冰车获得推力。要究其原因，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滑行装置。以前在俺们东北松花江上，到了冬天就会出现一种用速滑冰刀和木条自制的滑冰车，国际汽联称之为单腿驴子，它依靠撑杆推动，玩命时速可达到每小时30公里。后来有人把冰刀换成了轮子，成了陆地版单腿驴，但因前轮无法偏转，导致平衡性能稍差，转弯半径也较大。于是又有人把前轮换成万向轮，使它更灵活并易于操控，也就是视频里这些陆地优化版单腿驴。由于这些采用合金制作的豪华版单腿驴都安装了万向轮式的前轮，造成轮子接地点在方向偏转轴的后面。当驾驶员的身体倾斜时，车身会跟着倾斜，带动前轮偏转轴绕着轮子接地点旋转，使轮子平面和前进方向出现夹角，轮胎接地面就受到了和滚动方向垂直的侧向摩擦力，它提供了车身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让驾驶员稍微侧倾身体，就能带动小车转弯偏航。同时，前轮遇到地面扰动发生偏摆，也会被侧向摩擦力推动，绕偏转轴旋转回正。因此，万向轮能让小车转弯灵活且行驶稳定。而万向轮的这一特性又造成它会对驾驶员前后移动身体的动作做出反应。这个动作的专业名词叫做雇佣，也就是吃饱了撑的，然后身体乱拱的意思。不理解的同学现在就可以雇佣几下。当单腿驴的驾驶员雇佣起来，如果地面是光滑的，人和车的总动量会保持守恒，因此身体发力前移会推动小车后移，而身体后移会牵拉小车前移。所以上半身前后摆动时，只能引起小车交替前后位移，并不会前进。但在有摩擦力的地面上，当身体向前加速时，作用在前轮偏转轴向后的推力，只要稍微偏离轮子所在的平面，就会推动前轮绕着接地点旋转，使其偏摆角度增大。同时，轮子受到的侧向滑动摩擦力也跟着增加，导致车身后退时受到前轮较大的阻力而很快减速停止，只能倒退较短距离。这时身体又开始减速，前倾到最大角度时完全停止。这个减速过程使偏转轴受到向前的拉力，推动轮子绕接地点旋转回正，侧向摩擦力又跟着减小到0。因此车身向前加速时，只受到前轮较小的阻力，能移动较大距离，最终前后移动距离相抵，车身相对地面出现向前的位移。接着身体开始向后加速，继续使前轮偏转轴受到向前的拉力，轮子在稳定力矩下依旧保持着低阻力的回中状态，于是车身再次向前加速，最后身体不断减速，回到了初始位置。在身体向后减速运动时，偏转轴受到了向后的推力，推动轮子偏转角度增大，接地点的侧向摩擦力增加，使车身更快的减速停止，并在前轮较大的阻力下倒退较短距离。结果在身体回正的过程中，小车相对地面再次出现向前的位移。因此驾驶员每雇佣一次，就能借助地面摩擦力向前移动一段距离，所以叠加初始的前进速度就能使单腿驴在雇佣中滑行起来。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这样显然会闪了老腰，因此改为前后摆动手臂。虽然单腿驴受到的作用力有所减弱，但还是能凑合着前进。但为什么他们要拼接成一列呢？答案其实已呼之欲出。原来把若干个单腿驴拼接为一个重联动车组，就是为了放大视觉效果，充分展现雇佣所带来的艺术性。